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来了嘉宾篇。相信看到标题封面点进来的小伙伴们都知道了，没错，经过长达半年的等待，我们的老朋友 Rick and Morty 终于再度回归。在视频开始前，照例还是推荐大家看完原片后再来看我的视频，因为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你们一脸蒙圈的样子。本集叙事方式极其混乱，剧情也相当上岛。爷孙俩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不同的故事和位面中来回穿越，绝对是目前已经播出的36集里最套娃的一集。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会在剧情里也穿插一些解析内容，同时为了方便路人观众进坑，咱们还是把瑞克叫做老白，把他的外孙莫蒂叫做小黄。故事发生在一列神秘火车里，我们的主角胡子叔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一节车厢，正想点杯酒缓解疲劳，没想到身边的壮汉主动向他搭讪。壮汉曾是来自拉玛马马星，是一个普通的国王，最大的爱好就是把人扔进酸液池和指责员工们的工作态度。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 Who are you? How did you reach my sanctum? 老白每个字都说在了壮汉的痛处，气得他立即下令捉拿老白。可老白又岂是省油的灯，掏出双枪，轻易打发了壮汉的手下。按照壮汉的说法，后来老白在他的威压下落荒而逃，却到处宣称自己三拳两脚就把壮汉打哭了，因此壮汉才要追杀老白。且不论老白只身摧毁星际联邦的战斗力，单论他唯我独尊的性格，就知道他俩是谁在撒谎。身边的胡子叔对壮汉的行为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分享复仇故事的行为无异于小女孩在派对上分享青春故事。可没想到，坐在隔壁长得像扇贝的外星人却主动接下话茬。原来这一节车厢里的人全都和老白有仇。胡子叔受不了车厢里的氛围，决定去隔壁车厢散散心。没想到隔壁车厢里的乘客正在讨论老白拯救圣诞节的丰功伟绩。这节车厢里都是老白的迷弟，其中一位名叫顾比的外星人正在和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圣诞节那天晚上，他驾驶着雪橇载着老白和一堆礼物回家，却被老白拒之门外。这个故事没头没尾，听得胡子叔一头雾水。然而其他迷弟们却听得津津有味。胡子叔受够了这些无聊的故事，来到下一节空无一人的车厢里，偶遇了一名牌量调顺的金发美女。美女的遭遇和胡子叔几乎一样，她失去了进入列车前的全部记忆。而她进入的第一节车厢里，乘客全部都是老白的前女友，其中一个前女友讲了她带老白回老家见家长和朋友的故事。从胡子叔的口中，我们得知，原来这并不是一列真正的火车，而是一台故事生产装置。列车中的不同 NPC 相互交流，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故事。列车将仇人区、情人区这些互不相关的叙事区域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部选集。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集主要就是在吐槽好莱坞套路化叙事的烂俗桥段，比如一路过关斩将，传说敌人老巢打 BOSS， 这个就不用举例了，大部分动作片都是如此。再比如温情故事的结尾，一般都是大家欢度节日，此处明显是在恶搞绿皮书的结局。还有女生带男票见家长，总是会发生矛盾和摩擦。像个例子有《半年岳父大人》系列和《逃出绝命镇》等等。另外，主角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还失了忆的开头，以及一堆人聚在一起挨个讲故事的单元叙事模式，也都是一些常见的故事套路。回归剧情，此时胡子叔突然发现眼前的美女露出了一个熟悉的表情，他也就卸下了伪装。原来胡子叔就是老白，而美女则是小黄。他们早就发现自己被困在故事列车里，所以乔装打扮，最终目的就是找到控制室，夺取列车的控制权。这时检票员突然闯进车厢，二话不说和爷孙俩打了起来。经过一番打斗，老白一枪在窗户上开了个洞，随之而来的气压将检票员吸入窗外。老白叮嘱小黄千万别把头伸出去，这句话划重点，一会儿要考。此时画面又一转，来到了一家星际游戏厅。这家游戏厅曾在第二集老白托管女婿富贵那集出现过。原来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场电子游戏，游戏角色检票员被判定为死亡，于是他的操控者老大爷被强行踢出了游戏。本来这脑洞已经够大的了，没想到剧情再次出现翻转，不知道是不是游戏的后劲太大，让老大爷无法区分现实与虚拟。紧接着他就断成两截，上半身旋转升空，死法和他在游戏中的一模一样。更离奇的是，老大爷这一转就转了几天几夜，24小时不间断旋转飙血的奇观，吸引了大批媒体记者，甚至某些愣头青还把飙血老大爷作为神秘偶像纹在了自己身上，认为整个世界都是旋转老大爷的梦。哎，他还真就说对了，星际游戏厅所在的世界确实是虚构的，是检票员离开列车后自动生成的故事。随着老白几枪把飘在外面的列车员打死，这个世界也就分崩离析了。这里为我们揭示了故事列车的第二规则，只要大脑离开列车，就会陷入故事的幻象当中。此时画面一转，一队执法人员突然出现，对爷孙俩一顿扫射，不慎引爆了老白怀中的压力瓶。大家注意，压力瓶上写着连续性的字样。这时画面又转向了乘警培训室，发生在故事火车里的一切又从游戏变成了乘警培训视频里的错误案例。甚至有学员提出疑问，既然他们怀里的连续性压力瓶爆炸了，故事的连续性就被破坏了，那就意味着老白爷孙俩有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教官一脸蒙圈，这就是个教学视频，怎么这学员还来劲了？没想到下一个瞬间，老白和小黄果然出现在培训室里，轻易放倒了在场所有乘警，并找到了一张火车结构图。老白和小黄穿着不知道从哪找到的太空服，从火车顶部前往控制室。可控制室被一道强大的能量封印保护，老白称这道封印为主题之印。众所周知，主题是一篇故事的核心，那么破坏这道封印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述一篇和 Rick and Morty 的主题完全不相关的故事。眼看着小黄太空服的氧气即将耗尽，老白把自己的氧气给了小黄，让他根据贝克德尔测验来一个即兴创作。
贝格德尔测验是一个致力于使性别不平等引起关注的极端测验。如果一部电影要通过这项测验，电影中必须出现2个女人谈论除男人之外的其他话题。大家可以试一下，测一测你喜欢的电影，我敢说80%都通不过。能通过的，请在弹幕或者评论里刷一波电影名。继续说剧情，情急之下，小黄临时构思了一篇由姐姐小花和妈妈淑芬担当主角的怪异故事。这个故事看起来有点污和不尊重女性，我倒觉得此处情节其实并不只是在抨击过度女权，而是在讽刺传统故事模式的男权至上和男性生殖器崇拜。你会发现，本来一些关于男性的荤段子，一旦换成了女性，大家就会觉得非常奇怪，这本身就是一种男女不平等的表现。这个和瑞克莫蒂完全无关的故事讲完以后，能量封印果然被瞬间摧毁，爷孙俩得以顺利进入控制室。可等待他们的不是火车操纵台，而是一位名叫故事王的猛男。这个猛男怎么看这么眼熟啊？这不就是大哈蒙吗？顺带一提，之前的列车检票员长得也很像大哈蒙，他也同样有一身腱子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想要拥有一身健硕的肌肉，不一定非得跑健身房，只要当编剧给自己加戏就可以了。猛男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把爷孙俩按在地上摩擦。第4季片头老白挨揍的一幕终于找到了出处，小黄被打得屡次飞出窗外，他先是穿越到老白城的秘密实验室，被泡在了营养液的罐子里，此处很明显是在致敬黑客帝国。紧接着小黄又穿越到热带雨林中的神秘军营，成了名叫史密斯的美国大兵。长官告诉他，他被神秘化合物感染了，这种化合物会影响他的意识。这里边缘个人认为是致敬了一部很古老的套娃类悬疑片，蒂姆·罗宾斯主演的《意识浮生》。我之前也解说过，他算是濒死幻觉类故事的鼻祖，讲了一个越战士兵在临死前幻想自己打完仗回国以后的各种离奇遭遇，其中就有美国政府研究致幻药物给士兵们注射的情节。老白一次又一次将小黄从故事里拉出来，并告诫他一定要谨记真正的自己正在控制室被人胖揍。紧接着老白也被揍入窗外，穿越进全新的故事当中，摇身一变成了某位专攻大脑研究的教授。老白完全沉浸在故事当中无法自拔，以为自己就是大学教授。瑞克莫蒂前4季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他研制的药物造成的幻觉。联想到一个邋遢落魄的小黄突然出现，从身后刺穿了老白的胸膛，这位小黄自称史密斯。没错，这次老白所在的故事其实是上一个小黄的故事的续集，而他之所以杀老白，是为了将老白从故事中唤醒。小黄知道故事里的一切都是假的，此刻他俩正在驾驶室里被故事王暴揍。大家应该看出来了吧？这里是在致敬《盗梦空间》，小李子唤醒沉寂在梦境深处的斋藤。可即便回到故事火车，还是无济于事。爷孙俩被故事王锁在墙上，他要利用爷孙俩无限的潜力，给他的作品集添砖加瓦。随着故事王搬动开关，爷俩先是穿越到小花17岁，即将去外地上大学的一幕。在送别的时刻，老白泪流满面。这里一是吐槽了故事里的孩子永远长不大，比如柯南小心小安子什么的；二是吐槽离别时泪奔的情节，也是编剧为了展现人性光辉常用的套路。然后二人又穿越到了外星集市，和本该已经在第1季第11集死于非命的林特勒重逢。这里应该是在吐槽角色假死又复活的套路。接下来他们又来到了雪球见到的狗星，雪球就是第1季第2集小黄家的宠物狗。看完我手略的解说，大家应该都想到了，雪球的名字正是取自著名小说《动物庄园》。随着狗星人和喵星人的战争如火如荼，姐姐小花也和被案子里的闺蜜展开终极对决。老白则被迫与被改造成凤凰男的老战友鸟人大打出手。这种正邪两派打团战的情节也是俗到的不能再俗套了。直到最后，故事王再次搬动开关，输出能量瞬间拉满，老白和小黄居然回到了老白城，被邪恶小黄率领的大军围攻。还真是一个超级俗套的大结局。眼看着兵临城下，爷孙俩也是死路一条。你以为老白一定会开始秀高智商操作，反败为胜，结果老白居然破天荒的向别人求助，那个人就是上帝。 I beg your pardon? 没错，真的是上帝。老白居然临时抱佛脚，皈依基督教，向上帝求助，就连故事王都慌了。老白怎么可能信仰上帝？这完全不可能是Rick and Morty该有的情节。于是赶紧进入故事世界，试图阻止老白。老白和小黄则趁机逃脱，将故事王永远困在了故事里。但是当老白和小黄尝试操纵火车时，才发现操纵杆是个直筒，控制台只是一张贴纸。原来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一款高科技玩具故事火车的产物。而真正的老白此时正在现实世界中盯着故事火车，看着剧情会神。这台火车是小黄从老白城买来送给老白的礼物，面对外孙的一片孝心，老白感动到不能自已，当场就要献出烈焰红唇。 I love you, Morty. Give Grandpa a kiss. Lips if you want. Whatever you're comfortable with. 此时在故事火车的世界里，上帝从故事王的口中得知了世界的真相，用全部神力将自己的血送到了小世界之外。可就算他是小世界的上帝，拼尽全力也只是让玩具火车短路脱轨而已。以上就是瑞克和莫蒂第4季第6集的剧情概述，可能有些小伙伴已经蒙圈了，别着急，接下来我会结合片尾彩蛋，带着大家重新梳理本集故事。从彩蛋中我们了解到，在老白城的一家玩具商店里，正在售卖一款新型玩具火车。只要解释清楚火车的设定，所有谜团都会迎刃而解。在故事火车的宣传广告中，那些厌倦了和自己的小黄一起冒险的老白们，只要盯着这列故事火车看，就能得到无穷无尽的冒险故事。为了让故事更加精彩，火车里的 NPC 都是活的，整辆火车还被贴心的分成了仇人区、情人区等不同区域。而圣诞节车厢就相当于手游的节日活动或者独立游戏的DLC补充包。
整节列车里充斥着名为连续性的气体。对于一部像《Rick and Morty》这样的作品选集而言，连续性意味着共同的世界观和设定，单元集彼此间存在一定联系。对于故事中的人物而言，连续性像氧气一样重要，所以老白怀里的氧气瓶里装的全都是连续性。破窗破裂后，警报声也是连续性被破坏。一旦离开了连续性，故事就会脱离统一的世界观，角色们就会像检票员一样漂浮在城墙外，在互不相关的单元故事里渐渐死亡。正如小黄看到的实验室和越战军营，老白经历的教授人生，这些故事都不符合 Rick and Morty 的世界观。最终 BOSS 故事王就是火车的列车长，他会通过调节市场价值、观众满意度、剧情连贯性，创造出不同的故事。3项数值越高，在观众们看来，故事就越精彩。所以数值到达顶峰时，邪恶小黄、黑化变变动和决战老白城这些观众们期待已久的人事物悉数登场。而数值越低，故事就越偏离 Rick and Morty 的设定风格。所以当老白这个顶级科学家居然开始信仰上帝时，仪表盘上的所有数值就直接归零。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小黄讲了一遍只有女性参与的故事后，能量丰溢就会瘫痪。如果说在人物脑海中上演的故事是第一层，那么第2层故事就发生在故事火车里。火车中的老白和小黄意识到自己是火车里的人物，试图夺取火车的控制权，而他们最终能得到的只有一张控制台贴纸而已。这已经不是老白第一次玩弄小世界的把戏了。早在第2季第6集时，他为了给自己的飞船提供能量，就在电池里创造了一个小世界。再来第3层就是真实世界了。原来这一整集的内容都是为这款小火车制作的广告。老白和小黄全程都在家里宅着，没有出门。那为啥不出门呢？因为最近新冠肺炎的疫情呗。制作组这一集也是用心良苦，为了拦着不让大家出门，连老白和小黄的冒险都只能在玩具火车里进行。制作组甚至还煞有其事的贴出了订购网址，可惜即便加上梯子也打不开。不过也是，要是这列火车真的存在，我们就能看到无穷无尽的瑞克莫蒂冒险故事，那还要制作组干啥？捋顺了本集剧情，让我们照例进入找彩蛋环节。首先是标题 Never Rick and Morty， 致敬了经典电影 The Never Ending Story， 中文译名大魔芋啊，不是那个吃的魔芋。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迷上了一本名叫《永不结束的故事》的书，故事将男孩深深吸引到书本里，甚至让他幻想自己是主角。本集主推的故事火车，其运作原理就和这本书一模一样。在第一个小故事中，老白手持双枪独闯圣所，是在致敬克里斯蒂安·贝尔主演的电影《撕裂的末日》。顺带一提，枪斗术这个概念最早就出自《撕裂的末日》，由于其构思非常新颖大胆，影响了很多科幻动作片和科幻游戏，比如《刺客联盟》《极速追杀》系列。而壮汉屁股底下坐着的头骨王座，则出自经典 IP《铁血战士》，原版扶手处是2枚异形的头骨。在仇人车厢里的吧台上有2个水龙头，右边的造型很明显是在第2季第2集被老白干掉的外星杀手，而左边的这条蛇则和第4季第5集的宇宙蛇有关。原来这些车厢里不只是人，连道具的设计元素都参考了老白的仇人们。葫芦叔在列车里遇到的第一个正常人，他的金发马尾辫的形象，再加上紧身衣，很容易让人想起任天堂出品的游戏《银河战士》的主角萨姆斯，以及经典 RTS 游戏《星际争霸》中的人气角色特工诺瓦。制作组在这里应该是融合了类似英雄电影中女主角的刻板印象。接下来让我们来一一细数老白的情人们，他们从左到右分别对应啥呢？首先是长着8条腿的张云人，把在弹幕里发腿儿年的都抓起来。在他身后则是拥有3倍快乐的女外星人。这个彩蛋的出处，我们在前一期节目中也提到过，来自经典科幻电影《全面回忆》。他身边的外星人，则是在致敬《星球大战》系列灵魂人物尤达大师。右边的大姐绿油油还长着2根触手，毫无疑问是《龙珠》里的纳美克星人。最后则是站在画面正中央的这位，参考后来在他的故事中出现的冰雪城堡和白色巨狼，可以推断他的形象是在致敬魔幻电影《纳尼亚传奇》中的白女巫。老白爷孙俩和检票员展开激战，检票员举起小黄豆的人盾，把自己挡得严严实实，就连老白都忍不住吐槽：“你这人盾挡得跟成龙似的。”老白一枪打穿了列车玻璃，导致检票员的手臂卡在车窗里。这一幕应该是致敬《雪国列车》，列车管理人员为了惩治某个不听话的工人，将他的手伸出窗外，暴露在接近零下100度的低温中。同样在《异形4》中，女主角惠普利也通过同样的方法，用异形的强酸血液在太空船的窗户上开了个洞，利用气压将异形皇后挤入一团肉酱。正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小蜘蛛在复联3里才轻松 KO 了吴母猴。老白和小黄打晕了乘警们，并找到了一张列车结构图。这张环形结构图其实是在致敬主创丹哈蒙提出的故事圈理论，又叫故事叙述的8阶段环形理论。他将故事的进程分为8个部分，这8步分别是：角色处于舒适区，但他们想要一些东西，他们进入一个陌生的境地，主角适应它，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后回到他们熟悉的情况，最后发生改变。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把这个理论套用到一些电影中，你会发现真的完全适用。还在本集里，小黄和老白也多次提到了故事进程。而故事王决战时，小黄和老白曾前后进入了同一篇故事。故事中的老白专攻大脑研究，打算利用他掌握的知识帮助他人。但从他的口中我们得知，为了科研，老白也伤害过很多人。而小黄化身的史密斯，现在被神秘化合物感染大脑，又以一个非常落魄的形象出现。
据他所说，这是吃了老白研制的药片造成的结果。那些药能让人看到幻象，甚至分不清虚拟和现实。这里我大胆猜测，这个组织在暗指 MK Ultra 计划。MK Ultra 计划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主导，意在探究大脑的潜能，进而完全控制大脑。目前没有任何官方资料能够证明这项计划真实存在，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一则都市传说。在其中一篇小故事中，小花和前闺蜜展开最终决战，她们手持光剑对决的场景，明显是致敬了科幻片《星球大战》。顺带一提，小花用的紫色光剑在星战系列作品中只有欧比旺的爱人希瑞才有，闺蜜持绿色光剑，而不是星战中代表邪恶面的西斯武士常用的红色。这是否意味着她会在后期洗白呢？这一点我们暂时不得而知。在小航第一次面的小学生作文以及最后虚构的大结局中，我们都能发现第1季第7集中的6手怪物种族，也就是小航亲儿子的那个种族。最左边这群史密贝拉先生，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最早登场于第1季第5集。站在邪恶独眼小号旁边的是第2季常驻嘉宾变变动先生的黑化版，其造型应该是参考了星战系列的大反派帕尔帕廷。至于邪恶小黄就不用我多说了吧。经过一番激战，老白和小黄终于打败了故事王，却发现控制台是假的，控制杆的直筒内侧有一行数字02376319。针对这些数字，目前网上有几种猜想：第一，这串数字毫无意义，不要上了主创们的当；二，237代表237号房间，闪亮里发生面的房间就是237。3，这串数字是经纬度，能够通过坐标定位到一处海岛。神奇的是，海岛周围恰好也有一个圆。至于到底是啥意思，还是得问主创。大家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最后一个不算彩蛋的彩蛋，故事的结尾处，老白对小航买礼物的行为大加赞赏。这其实是制作组在借老白之口吐槽消费主义，因为老白感动的原因并不是小黄送他礼物，而是小黄走进商店进行消费。在他看来，人活着就该买，促进消费就是人生的终极意义。而现在因为疫情原因，部分美国人被迫滞留在家里，当然了，也有一部分选择上街游行。川姐国却满脑子都是经济繁荣，恨不得立即让工人们集体复工，好像消费和经济真的排在了人命之前。除此之外，这一集其实是主创针对观众的打脸行动。瑞克莫蒂上线后，这些奇特的脑洞和精彩的剧情吸引了一大票粉丝，对每一集的故事都满怀期待。可其中也不乏狂热粉丝，不断给主创发私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遇到不符合预期的剧情，还会口吐芬芳。于是主创们处心积虑谋划了第4季第6集，现在在公布每集的标题和摘要时留了一手，唯独第4季第6集的摘要时待续，然后挑在4月1日愚人节放入预告片，一方面让观众们猜测其真实性，另一方面按照以往的惯例，预告片会从各集抽选画面，这也给观众足够的分析空间。没想到第4季第6集几乎囊括了所有出现在预告片中的画面，打肿了所有预测党的脸，又打破了以往的叙事方式，将剧情连贯性彻底打散。紧接着反手又是个大嘴巴子，花了一整集的时间嘲讽观众。主创内容故事王暗喻观众，原本我们只是看客，却妄图用自己的意见影响故事的走向，就像故事王的操作台上写的那样，一篇故事必须兼顾市场价值、观众满意度、剧情连贯性，给创意留下的空间捉襟见肘。有些观众看完这集也许会觉得被冒犯，我反而觉得有那味了。原本这部动画就是一部基于个人风格的作品，不该被粉丝们的意见所裹挟。至于那些指指点点的粉丝们，我建议他们还是去故事世界里陪耶稣吧。瑞克和莫蒂第4季第6集的故事到此结束。之前我说过，做一集瑞克和莫蒂比做一期边边学院社还要费劲，所以请大家多多3连支持一下。本期视频转发过2000，下周同一时间，偏偏继续带你们看第4季的第7集。拜了个拜。